留下来吧，这是我和星云的心里话。不管你在哪儿，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。我报旅行团了。没关系，等星星放假了，咱们3个人再报一个超豪华的旅行团，好吗？星星。好，到时候咱们3个人一起去玩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好，小敏，小敏，妈妈回家喽，走。你干嘛呀？林毅然，2审判决下来了，我们赢了。一张薄薄的宣纸承载着深一点，哎，对，看，来看看，好，哎，放在这儿，你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，对，来，慢慢的啊，的梦想飘江南，千年不真有2、3、4，哇，真棒！留下多少别捣乱。这山水灵犀，有多少故事，这次的情与这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传一承袭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意世间多风情，都是动人的美景。这山水灵犀，有多少故事？若问何所以，终莫成秋实，终莫成秋。太白兄，谪仙人慢行，望伦送，我送你来了。此行山水迢迢，愚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，不知何时再见了。我虽不及你的文采，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，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。谢兄美意。待到他日，我若再临这宣州，必定同你一起共赏10里桃花，共饮那万家美酒。好，兄请放心，这桃花潭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歌声，这青山绿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情谊。太白兄，珍重，珍重。云来沉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云来沉舟将欲行，忽闻
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，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——情谊。说到情谊，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，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，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。谢谢校长。我先在此谢谢大家，谢谢桃花镇镇政府，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。我手里的这份聘书，说实话，真的意义非凡。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，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。我相信，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，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。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，共创辉煌。再次感谢大家。感谢王长官，感谢，欢迎，恭喜！开业大吉啊！如何？恭喜！第一家店啊！恭喜啊！桃花镇的骄傲！恭喜！哎，快多指教啊！谢。来，进里边请。向前是崭新美好的未来，回首是沉淀千年的智慧。传统与创新看似对立，实则共生。传统是文明的根基，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。那么创新呢，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，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。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。在我看来，传统并不是创新的枷锁，它是创新的跳板。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，而是延续传统。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，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。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，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。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，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。明年呀，你别捞了行不行？我这一天不捞纸，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。我看你真是犯下人病。那你给我想想，在你的心里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？你要是能说清楚了，我陪你捞；你要是说不出个1、2、3、4啊，我不陪你捞。哎呀，你就听秀梅的，你们出去转转，我给你守着家。
我没那个兴趣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我说的再多呀，你也听不进去。我来陪你唠两张吧。有啊，老马呀，真是公鸡下蛋，母鸡打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在红星场的时候，就是我给你抬帘儿。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，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现在是老行尊，你给我抬帘儿不合适。我就愿意给你抬帘儿，怎么不行啊？你要这么说，我也就不讲究喽。啊，来吧。来。走你！两个国家级的飞船人和老议长难得一见呀！大有牺牲，大象无形，真是高手。你这是宝刀未老啊！马马虎虎吧。你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。其实啊，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，关山找你，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。吃饭的时候呢，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，我也就没再提起来。关山啊，有一个夙愿，就是想做一张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。哦，他的这个想法呢，也是经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。关山委派我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嘿，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。不过有你老满在，那什么纸做不成呢？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是要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。单凭我，说实话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有这么难吗？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，是大。多大？一张宣纸，3丈3。3丈3？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？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3丈3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。老满呐，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，1000多年以来，我们老祖宗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2丈，是吧？要在这2丈上面作画的画家，他本来就不是很多。你说现在要做3丈3这么大的宣纸，他拿来干嘛用呢？老宣呐，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2位大家，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！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，只能用13张丈二批来拼接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。关山在会议上说，当今是我们宣纸人处在最好的时代，我们也具备了做3丈3的条件，我们需要一张3丈3大宣呢。
站在宣旨最高技艺的巅峰，升起3丈3大宣的巨幅旗帜，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。老满，这太难为我了。老宣，不难，我找你干嘛呀3丈3是好事，但我绝对不能跟红星厂合作，我要自己干。忙着呢哈，您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，我给您办。你这个车间有多大？从最高那个地方算，也就不到7米吧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。这个车间有多大呢？长不少于25米，宽不少于10米，高不低于8米，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，是空的。空厂房可不好找哦。我这个车间啊，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。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还有心情晨跑啊？我只能跑半个小时，一会儿还得开会。别跑了，赶紧跟我说说。哎，说什么？赶紧跟我说说。师傅那3丈3啊，准备怎么搞啊？哎，挺难的，还没想好呢。那再难，我这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。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话？你回去告诉师傅啊。还需要大厂房，我帮他盖；人不够，我帮他搞。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。就我这个首席大弟子，要不帮他，那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。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？哎，那3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，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？哎，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首席就能搞得定。我给你出几个问题，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，我就帮你。你说，你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1.4米乘3.7米的连床，长帘、抬帘需要44个人，起帘需要12个，捞纸工的技术过硬，那都是最起码的。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。你告诉我，你上哪儿找这些人去？有这么多人啊？哎，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！吃了水过后，那重量得到1、2千斤重。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吃水过后还不变形？咱们平常捞完纸之后，把纸帘拿起来，放在纸贴上很简单。但这是11米长、高3.7米的纸帘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地放在纸贴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。哎，兄弟，这回是个好机会啊，你可得好好帮帮我。要是搞成了，我和我师傅那窟窿就补上了。咱们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。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，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老人，几点了还没起啊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！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。等我消息，等我消息。我不是跟你说，就是我师傅造3丈3那事儿，你在家等我啊。
你看看，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，回来也不打个招呼。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告诉江子流，说我要搞3丈3？没有啊，我没说过。这没有，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3丈3？那你该问谁问谁去，反正我没说。江自流要3丈3。是啊，你说，他都那么大岁数了，累死他，他也画不了那么大的画呀。我想多半儿，他是听说红星厂在找我，他故意拿我开涮了吧？哎，行了，你先别说这个了。我问你，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，还东张西望的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逛街去了。您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？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。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，叫礼贤下士。人家是3番5次的来请你，你是3番5次的拒绝，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。要是我，早不理你了。还有那个老满，你说说，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？就那天，都到饭口了，我饭都做好了，你都不留人家吃口。老满，我们是师兄弟，他吃不吃饭无所谓，这没关系嘛，这是。怎么就没关系啊？他那是没法吃，因为没完成任务，没法交代。哎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答应他们？哎，永年，你说这3丈3，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？当然算了，师兄。你想想，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，咱要是做了，那咱是吧？当然算了。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3丈3的大宣纸，前无古人。如果成了，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，而且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纸。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11.4米乘3.7米。哦，你看，这大的连床，你怎么做？而且那个纸帘，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，我想了一下，那几乎就是游泳池。1个1.2丈的大宣纸，他要10多个人来捞，你何况3丈3，他有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？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。哎，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，估计差不多。所以说，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。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。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，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，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最……我明白了，师姐，我会好好劝劝我爸的。你也别太难受了啊，等我消息吧。那先就这样，哎。怎么了？我师父生病了。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。医生说，不做手术的话，也就剩2、3个月了；手术的话，也拖延不了太久。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。但我师父听说要造3丈3了，他就特别高兴，就跟医生讲，
我倒赌一把，很值，哪怕再多活1个月呢。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，画一幅最后的大画。对了，爸，我师傅给你打电话那会儿，正要进手术室呢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是接了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。轩叔叔，这事情不能怪您。你先说，他现在怎么样啊？我师姐跟我讲，他刚做完手术，还没醒呢，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想见见我爸。那行，我现在走来得及吗？买了点吃的，吃点吧。不想吃。醒了。蒋老师，你醒了，醒了好，玄永年，玄永年。我们刚才说话把您吵醒了，是不是？你来了。来了。豆汁儿喝了没有？多少年前你就叫我喝那玩意儿，我不喝，因为那玩意儿跟臭袜子是一个味儿，我不喝。你呀，癞蛤蟆跳井，不懂。你懂，你都懂到这儿来了。师傅，你这也算是大难不死了。爸，坐着聊吧。也快了。咱不说这种话行吗？好人活不了，坏人活1000年。你这个老东西，到现在还憋着骂我啊！你我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去叫护士！快去，快去！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轻点，蒋老师，蒋老师，轻点。蒋老师，我听人说你还要去作画，都这样了，好好养着，别琢磨画画了。那怎么办？像你一样，坐吃等死。我可是老骥伏枥，还志在千里呢。都这样了，还志在啥千里呢？老轩，喂，你要是能给我做出这3张3的大轩，我保证从这病床上跳起来就画画，而且画的比以前
都好。姜老师，你真会开玩笑，这个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。你就说你做不出来，就算了。你要是真能作画，我宣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3乘3。你要能做出来，我就一定画。你要能画，我就一定能做出来。老轩，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。姜老师，我也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我怕你不等我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就为了你这张纸，我死不了。君子已然，驷马难追。轩伯伯，轩伯伯，这是我爸他让我交给您的东西。你爸爸真是好样的。好好照顾他。照顾好师傅。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螺纹轩，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笔。优点，这个纸活泼灵动，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，生动有趣，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。缺点也很明显，这纸的紧密度欠佳，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，怕是难以承载。你这是一宿没睡呀？啊？你看一看，姜大师的。这一刀一贴，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，每一刀都有评语啊。这个姜大师真把我感动了。每次他提意见，我总认为他是
鸡蛋里挑骨头。我真没想到，江大师，人家是这么用心。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师，算我有福气啊！哦，3张3，你怎么办？你让我再待一会儿。我去给你做早饭。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？浓时如紫叶凝露，淡时若烟雨笼纱，蓄满有山峦之重，散开现五彩玄机，焦枯处裂开金石筋骨，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。没入肌理，涟漪渐次，如晕月染浆，星子坠潭。这一笔，藏尽阴阳开合。2001年，宣武年首作精品宣纸，03年深秋试笔。此纸优点：润而滑，弹皮纤维交织均匀。吸水速率恰到好处，好。3张3。都画了3天了，跟第1天画一样。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。刘年，喝口水。哦。咱老哥俩聊聊。好。你看，你在这儿闷着头写写画画的好几天了，其实咱们呀，都心知肚明。人，咱们麻不齐，经验上，咱们又不懂。说句不该说的，凭咱们自己啊，这事儿干不了。办不了怎么办呢？江子流大师在医院，他就为这3张3撑着这一口气。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。我要是这3张3做不出来，
那姜老师就会遗恨终身。哎呀，我不是劝你别干，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。其实我早就想明白了，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力，咱也干不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，你只能去找洪营长。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听不听在你。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？我那年跟红星厂的厂长，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？我说我宣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，我也不会踏进红星厂一步。这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，谁在意啊？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，你自己想想吧。我可太馋这口红烧肉了吧！哎，你们俩回来了，我才说说话。这2天啊，咱们家的气压低，都快憋炸了。啊？你爸白天不睡觉，是晚上不睡觉，就跟熬鹰一样的。你要是说他，他就给你来2句不好听的。我跟老壳子都躲着他都。可苦了我妈了。不过，大爸跟我说了，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。那3.3，你真要造的话，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。你可别让他听见了。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？这是事实，又没说假话。我是觉得啊，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，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，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，你就没想到。这办法好，好，这就叫就着坡下驴。是，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。我说驴，你也说驴，说谁呢？你能说？别胡说，你真是。其实，当我们接到3.3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，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。但是，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，你有想过，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？把宣永年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我们红星厂他就没有人了吗？董事长，满总，慎重。马叔，你的意见？造3.3大宣，古往今来，没有人做过，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。我也是退休的人了，如果老宣来，大家集思广益，共同研究，我觉得3.3大宣还是有把握的。那我再重申一遍吧。说，董事长，3.3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，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。宣永年的性格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，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，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？搞3.3，他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，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的。董事长，我们不能给宣永年做嫁衣的。我们车间弄出了这么大荣誉，能给外人吗？好好说话，一说话就这么难听。现在上级把3.3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，我们不仅要完成，而且要保证它成功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，还是考虑大局啊？老何叔，哎，
小民来了。小敏，我师傅还在屋里憋着呢。在呢。哎呦，那正好，我陪他说说话，多聊聊啊。你可别看他，我跟你老柯子叔都不敢靠近他。哎，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，逮谁凿谁，难听话多着呢。你别理他。师娘，我不怕挨骂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我呀，去帮他想想办法，出主意啊，瞧好吗？小敏，哎呀，你就听我劝，你师傅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，他再难受，他得自己挣吧。我是害怕你进去了，他又说难听话，让你受委屈。师娘，委屈倒不怕，我就是心疼师傅，我怕最后3张3没做出来，我师傅人身体再熬坏了。心领了。这样吧，你师傅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，行吗？行。董事长，我能说2句吗？说。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，我想说的是，从建国到今天，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、产能和品牌效应，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。现在让宣师傅来，大家心里不痛快，我可以理解。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，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，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，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，我们的站位很重要。是，28年前，我跟宣师傅是闹过矛盾，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。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吧，宣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，永远都是。说得好，啊，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，我现在都明白了。不妨啊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。建国初期，上级领导呀，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，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骨干班底，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。那你们说，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？啊，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？再说宣师傅，宣永年的爷爷呢，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，他的父亲呢，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。到了宣永年，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，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？到现在了，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，这应该吗？满师傅，还有宣师傅，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2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尤其在当下，我觉得他们2位是缺一不可。3丈3这个项目的成功，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，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啊！周大爷，哎呦，小明呢？这些啊，哎呦，都是我小明的孝敬大家的，感谢。应该的。哎呀，谢谢，你们都是我们桃花镇非常有经验的造纸师傅。今天请大家来呢，就是想说说3丈3的事儿啊。
这老话讲得好，众人一条心，黄土都能变成金。对，大家商量怎么样？那个小明子，这个纸贴怎么放？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对不对？是。得手指算算，能找几个人？40多个好手，上哪去找啊？对呀，是啊。小明子，1个星期，就是1个月都练不出来，抬都抬不起来，开玩笑吗？你们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呀，也讲半天了，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，各种方法，各种优劣，我们都分析了一遍。大家伙一致认为非红星场莫属。对，就是红星场。啊。你说怪不怪？这人呢，他就拗不过命去。宣主任，哟，刘世光，哟，宣主任，您还记得我？这样，里边他们都等着您呢，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，您快进去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聊。好。宣主任，是啊，宣主任。哟，真是您啊，宣主任。你好，师傅。你好，我是宣永年。你好。你好。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。都认识我。当然都认识。我们主任啊，经常提起您，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做纸如做人的道理。对。宣主任。师傅，这师傅好，把你回来了啊！最近呢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小六子。师傅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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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宣主任，各位师傅好，宣主任，哟，石泉嘛，师傅，哎呀，出来，师傅，我站着。谁让你长脸的？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你就长脸？我试着玩的。造纸不是玩，也不能玩。你给我在这儿站着，站1个小时，好好反省。拽什么拽？长脸抬脸，搁以前那都叫纸花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在你眼里，我们都是纸花子？小石头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为什么要作践你自己？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，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？你以后怎么做人？怎么立在这个世上？宣主任，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背祖训，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。
你想当纸棚的棚主？咱们这是国有工厂，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，也没有棚主。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。石泉跟您当年一样，现在也是生产主任了。哦，石主任了。师傅，28年了，我一直想，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嗨，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呢？小石头，你去给我弄一个乌泉水来。师傅您，我想喝一口，快去。哎，师傅们好。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，我特别高兴。我也高兴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。这是好水，只有这样的好水，才能造出好纸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实话实说，宣师傅没来之前呢，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呢没有把握。毕竟啊，我们这次要做的呢，是开创延续了上千年的宣纸的新历史啊。可是呢，当我今天看到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儿啊，我这心里就开朗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宣师傅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3丈3大宣，我们不仅要造，而且要把它造出来，造好。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，只能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啊！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，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。宣师傅，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，好不好？啊，副经理江晨，你具体负责执行。好，我的任务呢，就是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，到厂房、原材料、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，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，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。满意不满意啊？啊！宣师傅啊，各位，这是28年前，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。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，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，你瞧瞧多可惜呢。这一来呢，让这张任命书呢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。现在呢，我正式宣布，我代表红星厂，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，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，给您留作纪念。谢谢，谢谢，大家鼓掌。这个红星厂平时啊，它不显山不漏水的，哎，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啊，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。人家这次啊，他成立了6个组，光捞纸组这一块，他就拆分出2个组，一个是纸槽组，一个是连床组，还有一个机械组。这么大的连床，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，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，还有一个，
哎，我估计你们都没见，反正我是没见过。车间太大了，别说是3丈3、4丈2的宣纸，他都能造出来，没问题。啊，还有，哎，还有个人工组，他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。全场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，啊，而且个个都是高手，啊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他那个长联队长啊，哎，他要我亲自挑，亲自拍板决定。哎呦，这可厉害了！另外，红星厂啊，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，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用什么材料，是木材的，还是钢材的，还是铝合金的，重量、韧力等等这些数据，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。来吧，哎，还有选材料组，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，所有的寮皮寮草要选最好的，要让我亲自去选，我亲自来定。哎呀，永年，这叫你这么一煽乎，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？哎，我哪是煽乎呢？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能煽乎？咱们呢，说真话，人家红星厂就是不错，组织得好，有实力。哎呀，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？现在在红星厂那么多人，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。哎，永年，哎，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？杉木啊，一个分量轻，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。这么大的连床啊，它必须要分量轻，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。我提出了3个要求，人家都答应。第一，你必须是野生杉木，硬度和韧度都好。第二个，长度必须是12米。第3个，你必须是自然阴干，烘干的那不行。这可不好找。老壳子在刚才来的路上，电话给我了，找着了，下午就让我去干。这么快呀？就是啊，你说能不高兴吗？那当然。永年啊，看你这劲头，年轻了20岁。这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啊！嗨，都快70的人了，还年轻20岁。不过呢，我有信心，我觉得3丈3的宣纸有可能啊。